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足以改变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书《事实》。这本书的作者是汉斯·罗斯林，他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博士，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学教授，更是一位用数据讲述世界真相的大师。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事实》这本书就是他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新闻、数据和观点所包围。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很多，然而事实却往往并非如此。就像汉斯·罗斯林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常常被自己的直觉、情绪和固有思维所误导，对世界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偏差。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错误的，那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无论是关乎个人生活的小事，还是关乎全球发展的大事，都可能会陷入困境。罗斯林在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和决策者被问及一些关于全球发展的基本问题，比如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是多少等等。结果，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们的回答正确率竟能比黑猩猩随机选择还要低，这难道不让人震惊吗？这些本应是引领世界发展的人，却对世界的基本事实知之甚少。而事实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帮助我们拨开迷雾，看清世界的真相。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让我们能够基于事实和数据，而不是情绪和偏见，来理解这个世界。这种改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它不仅能提升我们个人的认知水平，还能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世界问题时，做出更加明智和理性的决策。以数据为依据，打破情绪化本能。事实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要让我们学会以数据为依据来认识世界，而不是被情绪化的本能所左右。罗斯林指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倾向于做出快速的情绪化反应，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数据。这是因为在远古时期，快速的情绪化反应有助于我们在危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然而，在现代社会，这种本能却常常导致我们误解世界。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关于恐怖袭击的报道时，我们往往会感到极度恐惧和焦虑。这是因为恐怖袭击这种事件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冲击力，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从数据上来看，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在全球总死亡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我们之所以会高估恐怖袭击的风险，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化本能让我们对这种罕见但具有强烈情感冲击的事件给予了过多的关注。为了克服这种情绪化本能，罗斯林建议我们要学会运用数据来分析问题。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在面对一个问题时，首先要收集相关的数据，而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感觉或道听途说。同时，我们要学会对数据进行正确的解读，了解数据的来源、统计方法和局限性。例如，在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或者一些零星的新闻报道来判断，我们需要查看这个国家的 GDP、人均收入、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经济数据，并结合这些数据的变化趋势来进行综合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2. 警惕以偏概全的思维陷阱。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思维陷阱。罗斯林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并指出以偏概全是我们对世界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根据个别案例得出普遍结论。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讲述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特殊事件，然后我们就会不自觉地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情况都是如此。例如，当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关于印度的某个贫困村庄的报道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整个印度都是贫穷落后的。然而，事实上，印度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国家，既有繁华的大都市，也有贫困的农村地区。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个别案例就得出关于整个国家的普遍结论。忽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人类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不同的性别、年龄、种族、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等都会导致人们在行为、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我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差异，以一种单一的标准来评判所有人。比如，在讨论性别平等问题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女性在所有领域都受到歧视，而忽视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下性别平等状况的差异。3. 过度概括化。我们有时会从一些有限的信息中过度概括化，得出一些过于宽泛的结论。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时，可能会过度概括化地认为中国的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都在快速发展，而忽略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行业差异等问题。
为了避免以偏概全，罗斯林建议我们要学会从多个角度、多个来源获取信息，并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单一的视角或信息来源，而要努力拓宽我们的视野，了解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我们还要学会质疑自己的假设和偏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3. 理解世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世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不是静止不变的。然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罗斯林在书中强调了理解世界动态变化的重要性，并指出这种动态变化对我们理解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1. 人口变化。全球人口数量正在不断增长，而且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而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较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将对全球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人口增长将对资源的需求增加，加剧资源短缺问题，而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系统等带来挑战。2. 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存在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例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增加，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在改变着全球经济的格局。此外，科技进步和创新也在推动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3. 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都在不断变化。例如，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传播的加快，人们的观念更加开放，对人权、性别平等、环境问题等方面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同时，社会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动态变化，罗斯林建议我们要关注长期趋势和变化规律，而不是仅仅关注短期的波动和事件。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历史书籍、研究统计数据、关注新闻报道等方式，来了解世界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同时，我们还要学会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并思考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4. 认识到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罗斯林在书中强调了认识到世界相互联系的重要性，并指出这种相互联系对我们理解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1. 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移等方面的活动日益频繁，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许多国家的企业都从中国进口各种商品。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地开展对外投资，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它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导致一些国家的产业空心化等问题。2. 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构成威胁。例如，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气温上升、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这些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采取合作行动来应对。3. 文化交流。全球化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接触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例如，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电影、文学作品等。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但也可能带来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的相互联系，罗斯林建议我们要学会从全球视角来看待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自己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而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影响和反应。同时，我们还要学会与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5. 拥抱不确定性。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罗斯林在书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许多事情的发展是无法预测的。然而，我们往往对不确定性感到恐惧和不安，试图寻找确定性和安全感。1. 接受不确定性。罗斯林认为，接受不确定性是拥抱不确定性的第一步。我们需要认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我们可以消除的。我们不能因为害怕不确定性而拒绝面对现实，或者试图用一些简单化的方法来逃避问题。相反，我们应该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机会，勇敢地面对挑战。2. 培养适应能力。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适应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学会快速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在面对突发的疫情，自
自然灾害等事件时，我们需要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计划，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我们还要学会从经验中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3. 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不确定性还需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应该对新的观点、新的事物、新的变化持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固执己见。例如，在面对新的科技发展、新的社会思潮时，我们应该积极地去了解和学习，而不是盲目的排斥。同时，我们还要学会与不同观点、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和合作，共同探索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6. 培养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我们在面对复杂世界时必须具备的一种思维能力。罗斯林在书中强调了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并指出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1. 质疑权威和传统观念。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质疑权威和传统观念。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个人或某个机构是权威，或者某种观念是传统观念，就盲目地相信它。相反，我们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对各种观点和观念进行质疑和批判。例如，在面对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时，我们应该仔细地分析其背后的依据和逻辑，而不是简单的接受。2. 分析证据和推理过程。在评估一个观点或结论时，我们需要分析其证据和推理过程。我们应该检查证据的可靠性、充分性和相关性，以及推理过程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例如，在阅读一篇新闻报道时，我们应该关注报道中引用的数据、案例等证据是否真实可靠，以及报道的推理过程是否符合逻辑。3. 考虑多种可能性。批判性思维还要求我们考虑多种可能性。在面对一个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种解决方案或一种解释，而应该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寻找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或解释。例如，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应该考虑多种可能的应对措施，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开发新能源等。7. 理解复杂系统。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组成。罗斯林在书中指出，理解复杂系统是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需要学会从系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解系统内部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1. 识别系统中的关键因素。在分析一个复杂系统时，我们需要识别出系统中的关键因素。这些关键因素对系统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系统时，我们可以识别出诸如资源禀赋、人口数字、科技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作为关键因素。2. 理解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在识别出关键因素之后，我们需要理解系统中的因果关系。我们需要了解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例如，在分析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时，我们需要了解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温上升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系统。3. 预测系统的发展趋势。在理解系统中的因果关系之后，我们可以尝试着预测系统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根据系统内部的因素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来预测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结果。例如，在预测全球人口发展趋势时，我们可以根据人口增长率、死亡率、出生率等因素的变化，来预测未来的人口数量和结构。通过以上对事实这本书的介绍，相信大家对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世界的知识，更在于它教会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它让我们学会以数据为依据，以批判性思维来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动态变化和相互联系，拥抱不确定性，并努力培养适应能力。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认真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理念和习惯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一个更加理性、更加明智、更加有责任感的世界公民。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事实本身并不有趣，事实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它。让我们行动起来，用我们的智慧和行动去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记住，事实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理解、去改变。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踏上这趟探索事实的旅程吧。